我是千古一帝，还是嗜血暴君？我留下长城和兵马俑的奇迹，却带着水银地宫的秘密入土。我妄想大秦万世一系，为何短短15年就轰然崩塌？我就是始皇帝嬴政。视频较长，可以先点赞收藏。我的故事要从邯郸城说起。秦昭王48年正月，邯郸城笼罩在肃杀之中，城外秦军营帐连绵，战鼓日夜不停，城内百姓满脸恐惧和疲惫。就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冬天，我出生了。我的父亲叫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子楚排行居中。他的母亲夏姬不受宠爱，所以子楚地位最低。当时各国互相攻伐，为了缓和关系，会把王室子弟送到对方国家做人质。子楚因为不受重视，就被派到赵国邯郸做了质子。子楚在邯郸的日子非常艰难。秦国和赵国是当时最强大的2个国家，双方战争不断。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自然不会给子楚好脸色看。他的车马用度十分匮乏，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出门连一辆像样的马车都没有，只能步行。他住在简陋的宅院里，身边只有几个老弱的仆人，生活困窘，十分失意。走在邯郸大街上，子楚经常遭到赵国人的唾骂和白眼，有时候连普通百姓都敢欺负他。作为秦国王孙，他却寄人篱下，朝不保夕，随时可能因为2国关系恶化而丢掉性命。就在子楚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改变命运的人吕不韦。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了千金家产。他到邯郸做生意时，偶然见到了子楚。看到子楚这般境遇，吕不韦眼前一亮，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件可以囤积起来待价而沽的稀世珍宝。他脱口而出：“此奇货可居也。”吕不韦极具野心和眼光，他不满足于只做富商，想要的是权力和地位。他认为耕田只能获得10倍利润，贩卖珠宝只能获得100倍利润，而拥立一个国家的君主却可以获得无数倍的利润。于是他决定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投资，帮助子楚成为秦国太子，将来继承王位。吕不韦主动登门拜见子楚，子楚起初以为他是来嘲笑自己的，没放在心上。但吕不韦开门见山，直接表明意图。秦昭王已经老了，太子安国君很快就会继位。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可他没有儿子，能够决定立谁为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现在子楚有20多个兄弟，他排行居中，不受宠爱，长期在赵国做人质。如果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子楚根本没机会和那些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兄弟们争夺太子之位。子楚听了，心里十分认同。但吕不韦接下来的话让子楚看到了一线曙光。吕不韦说，他愿意拿出1000金为子楚西游秦国，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帮助子楚成为太子。子楚大喜过望，立刻叩头说，如果计划成功，愿和吕不韦共同分享秦国天下。就这样，2人达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协议。吕不韦当即拿出500金给子楚改善生活，结交赵国宾客权贵，然后他用另外500金购买了大量奇珍异宝，亲自带到秦国。到了秦国后，吕不韦没有直接去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他知道以商人的身份根本见不到太子和太子夫人，于是他先去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献上宝物，趁机夸赞子楚的贤能。他说子楚结交了天下诸侯宾客，朋友遍布天下，非常思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经常日夜哭泣，把华阳夫人当作亲生母亲。
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听了非常高兴，他们知道华阳夫人因为没有儿子而忧心忡忡，担心将来失去权势和地位。现在有子楚这样一个贤能的王子愿意依附，对他们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于是他们纷纷进宫，劝说华阳夫人收子楚为养子。他们说，女人靠美貌得到宠爱，等到年老色衰，宠爱就会消失。现在夫人深受宠爱，却没有儿子，不如趁早挑选一个贤能孝顺的王子立为嫡子。这样一来，安国君在世时，夫人受尊重；安国君去世后，夫人的嫡子继位，夫人也不会失去权势。这就是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如果不趁现在为自己打算，将来容貌衰老、宠爱消失之后，就算想开口也不可能了。华阳夫人觉得非常有道理，她一直为自己没有儿子烦恼，现在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于是她开始在安国君面前吹风，经常夸赞子楚的贤能和孝顺。她说子楚在赵国做人质很不容易，却能结交天下贤士，说明他是个有才能的人。而且子楚非常思念他，经常派人送来礼物表达思念之情。华阳夫人还经常在安国君面前哭泣，说自己有幸侍奉太子，却不幸没有儿子，希望立子楚为嫡子，将来也好有个依靠。安国君本来就宠爱华阳夫人，对他言听计从，现在看到他如此喜欢子楚，子楚也确实有些才能，就答应了。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刻了玉符，约定立子楚为嫡子，然后他们给子楚送去了大量财物，还请吕不韦做子楚的老师，教导治国之道。从此，子楚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穷困潦倒、受人欺负的秦国质子，而是秦国未来的太子。他在邯郸的名声越来越大，各国诸侯都知道了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在赵国做人质。就在子楚人生迎来转机时，他遇到了赵姬。赵姬是邯郸一个富豪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擅长歌舞。吕不韦把赵姬收为自己的姬妾。有一次子楚到吕不韦家里喝酒，见到了赵姬，一见钟情，立刻请求吕不韦把赵姬送给他。吕不韦起初有些生气，但转念一想，他已经为子楚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不能因为一个女人破坏了大计。于是他把赵姬献给了子楚。子楚非常高兴，立刻娶赵姬为妻。不久之后，赵姬怀孕了。秦昭王48年正月，赵姬在邯郸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嬴政。我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多喜悦。当时秦赵两国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极点。就在我出生的前一年，秦国和赵国爆发了长平之战。秦国大将白起在长平大败赵军，坑杀了40万赵国降卒。这场战役让赵国元气大伤，也让秦赵两国的仇恨达到了顶峰。赵国百姓对秦国人恨之入骨，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我出生的时候，秦军正在围攻邯郸，邯郸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粮草断绝，百姓食不果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整个邯郸城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一家的处境可想而知。虽然子楚现在已经是秦国嫡子，但在赵国百姓眼中，他依然是秦国人，是他们的仇人。我们一家在邯郸城提心吊胆的生活，随时可能被愤怒的赵国百姓杀死。这样的日子过了2年，秦昭王50年，秦军对邯郸的进攻更加猛烈，邯郸城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赵孝成王恼羞成怒，决定杀死子楚。吕不韦得到消息，知道情况万分紧急。如果子楚被杀死，他之前的所有投资都将付诸东流。
于是吕不韦立刻和子楚密谋逃跑。他拿出600斤金子送给看守的官吏和守城士兵，这些人收了贿赂，偷偷打开城门，放子楚和吕不韦出城。他们逃出邯郸后一路狂奔，终于逃到秦军大营。秦军将领非常高兴，立刻派人护送他们回到咸阳。子楚逃跑时走得非常匆忙，根本来不及带上赵姬和我。赵国发现子楚逃跑后大怒，立刻派人抓捕我们母子。赵姬带着年仅3岁的我四处躲藏，幸好赵姬是赵国富豪家的女儿，娘家在邯郸有些势力，在娘家人的帮助下，我们躲过了赵国官兵的追捕，藏了起来。从此，我和母亲赵姬开始了长达6年的流亡生活。这6年里，我们母子相依为命，过着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的日子。为了躲避搜捕，我们经常更换住处，不敢在一个地方久留。我们不敢暴露身份，只能隐姓埋名，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我受尽了苦难和屈辱。我没有父亲的陪伴，没有朋友，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我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了百姓的疾苦，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段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塑造了我坚韧、多疑、冷酷的性格。我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拥有强大的权力，才能保护自己和自己爱的人，才能不被别人欺负。秦昭王56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就是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被立为太子。这个消息传到赵国，赵国上下震惊。他们没想到，当年那个在邯郸受尽欺负的秦国质子，现在竟然成了秦国太子。此时的赵国已经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根本无力与秦国抗衡。为了缓和关系，赵国不敢再为难我们母子，于是赵国派人找到了我们，护送我们回到秦国。这一年我已经9岁了，第一次踏上了秦国的土地，回到了这个从未见过的祖国。咸阳城的繁华和威严让我感到既陌生又兴奋。我终于结束了在赵国的流亡生活，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然而，我的命运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秦孝文王继位时已经53岁了，他为秦昭王守孝1年后才正式举行加冕典礼。可加冕典礼仅仅过了3天，秦孝文王就突发疾病去世了。太子子楚继位为王，就是秦庄襄王。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我的生母赵姬被尊为太后。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封为文信侯，10亿10万户。吕不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成为秦国最有权势的人。秦庄襄王在位3年也去世了。公元前247年，年仅13岁的我继承了秦王的王位。我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无法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国家大权都掌握在丞相吕不韦手中。我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此时的秦国已经经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6代君主的努力，国力空前强大。秦国已经吞并了巴蜀汉中，占领了楚国的郢都，设置了南郡，向北收复了上郡以东地区，占领了河东、太原、上党郡，向东打到了荥阳，灭亡了东周和西周，设置了三川郡。秦国的疆域非常辽阔，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但对于年轻的我来说，面前还有很多挑战。吕不韦把持朝政，势力庞大；太后赵姬年轻守寡，私生活混乱。秦国的宗室贵族也对王位虎视眈眈。我必须在这些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逐渐掌握国家大权，才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从邯郸的质子到秦国的秦王，我用了13年时间
这些苦难没有打垮我，反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我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我。我继位之初，秦国的朝堂完全被吕不韦掌控。作为秦庄襄王的拥立者，吕不韦凭借着定国立军的不世之功，坐上了秦国丞相的位置。秦庄襄王在位3年里，吕不韦已经将军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我无法亲政。吕不韦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了秦国的实际统治者，我尊他为相国，号称仲父。这个称呼意味着他在秦国拥有仅次于秦王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权力比我还大。吕不韦出入宫廷如同回家，秦国的所有政令都要经过他的批准才能实行。朝中大臣大多是吕不韦提拔起来的，对他唯命是从。各国诸侯想要和秦国打交道，首先要拜访的不是我，而是相国吕不韦。吕不韦不仅在政治上权势滔天，在经济上也富可敌国。他被封为文信侯，10亿10万户，这些百姓缴纳的赋税全部都归他所有。他的府邸比秦王的宫殿还要豪华，家中的奴仆多达10000人。他还在洛阳修建了庞大的庄园，囤积了无数金银财宝和粮食布匹。为了扩大影响力，吕不韦效仿战国4大公子，广招天下门客。各国名士听说他招贤纳士，纷纷前来投奔。很快，他的门下就聚集了3000多名门客。这些人中有饱读诗书的学者，能言善辩的纵横家，精通兵法的军事家，还有擅长奇技淫巧的工匠。吕不韦让门客记录各自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组织专人整理编纂，最终形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巨著。这部书涵盖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道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吕不韦将其命名为《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非常得意。为了炫耀功绩，也为了检验这部书的水平，他下令将全文抄写在布匹上，悬挂在咸阳城门口。同时他还悬挂了1000斤黄金，发布告示说，如果有人能增加或减少书中的一个字，就赏赐这1000斤黄金。消息传遍咸阳甚至其他各国，每天都有无数人前来观看。但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能指出书中的任何错误。并不是说《吕氏春秋》真的完美到一字不能改，而是所有人都知道吕不韦的权势，谁敢冒着得罪他的风险去挑毛病呢？吕不韦通过这一字千金的举动，向天下人展示了自己的权威。他想告诉所有人，他不仅是秦国的相国，还是天下思想的领袖。他希望通过《吕氏春秋》为秦国制定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为自己继续掌控政权奠定思想基础。但他没想到，这些举动都被年幼的我看在眼里。我虽然年纪不大，心思却非常缜密。我每天都在默默观察朝堂上的一切，观察吕不韦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他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但他的权力太大了，已经威胁到了我的王位。我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吕不韦不满的种子，我在等待一个能够夺回属于自己权力的机会。就在吕不韦权势熏天的时候，秦国的后宫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情不仅改变了吕不韦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秦国的历史走向。我的生母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时还非常年轻，一个人守在深宫之中，感到非常寂寞和孤独。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姬妾，和吕不韦有旧情。现在秦庄襄王已经去世，赵姬又成了太后，便开始和吕不韦旧情复燃。吕不韦经常出入太后的寝宫，和赵姬私通。起初吕不韦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认为我年纪还小，什么都不懂，而且他是秦国的相国，又是我的仲父，
没有人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但随着我一天天长大，吕不韦开始感到害怕了。他知道我非常聪明，而且有主见。如果我知道了他和太后的私情，一定会怀恨在心。等到我亲政之后，自己一定会遭到报复。吕不韦想要结束和赵姬的关系，但又不敢直接拒绝，担心赵姬会恼羞成怒，做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于是吕不韦想到了一个脱身的办法，找一个人代替自己去满足赵姬的需求。他在自己的门客中找到了一个名叫嫪毐的人。嫪毐是个市井无赖，没有什么才能，但身体非常强壮。吕不韦对外宣称嫪毐犯了罪，应该处以宫刑，然后又暗中买通了执行宫刑的官吏，只是拔掉了嫪毐的胡须和眉毛，并没有真正对他施以宫刑。就这样，嫪毐伪装成宦官，被送进了太后的寝宫。赵姬见到嫪毐后非常满意，从此就和嫪毐日夜厮混在一起，再也不去纠缠吕不韦了。吕不韦终于成功摆脱了赵姬，他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他没有想到，他亲手放出来的是一个比他更加贪婪、更加野心勃勃的恶魔。嫪毐得到赵姬的宠爱之后，地位迅速上升。赵姬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嫪毐处理，对他言听计从。嫪毐不仅得到了大量金银财宝，还被封为长信侯。赵姬把山阳郡赐给他作为封地，后来又把河西太原郡也赏给了他。嫪毐的府邸修建得极其豪华，家中的奴仆多达数千人。他还效仿吕不韦广招门客，很快就聚集了1000多名门客。随着势力不断扩大，嫪毐的野心也越来越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太后的男宠，他想要掌握秦国的政权，甚至想要取代我成为秦国的国王。嫪毐经常在酒后对自己的门客说，他是秦王的假父，等到秦王去世之后，就立他和太后生的儿子为秦王。原来赵姬和嫪毐私通之后，竟然怀孕了。为了掩人耳目，赵姬谎称身体不适，需要到雍城的离宫休养。雍城是秦国的旧都，远离咸阳，没有人会注意到那里发生的事情。赵姬在雍城先后生下了2个儿子，这2个孩子都被秘密抚养起来，除了赵姬、嫪毐和少数亲信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嫪毐的势力发展得越来越快，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可以和吕不韦相抗衡的政治集团。秦国的朝堂上，大臣们分成了2派，一派是以吕不韦为首的吕氏集团，另一派是以嫪毐为首的嫪氏集团。2派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把秦国的朝堂搞得乌烟瘴气。此时的我逐渐长大成人，对后宫里发生的事情早有耳闻，但我一直隐忍不发。我知道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吕不韦、嫪毐对抗，我必须继续等待，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虚度光阴，我每天都刻苦学习，阅读大量书籍，尤其是法家思想和兵法的著作。我还经常和朝中的一些正直大臣交流，了解国家的情况。我逐渐培养起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和军事眼光。我知道，秦国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先解决内部的问题，清除吕不韦和嫪毐这2个毒瘤。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李斯。李斯原本是楚国上蔡人，年轻的时候在郡里做一个小吏。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吃着肮脏的东西，见到人或者狗过来就吓得惊慌失措。后来又看到粮仓里的老鼠吃着堆积如山的粮食，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根本不用担心打扰。李斯由此感慨，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像老鼠一样，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他不甘心一辈子做默默无闻的小吏，辞去了官职，前往齐国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李斯分析了当时各国的形势，认为只有秦国最有希望统一天下。
他来到秦国后，投奔到吕不韦门下，做了门客。吕不韦很欣赏他的才能，任命他为郎官。郎官是秦王身边的侍从官，有机会见到我。李斯利用这个机会，经常向我进言，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告诉我，秦国经过6代君主的努力，已经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条件。现在各国都非常弱小，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消灭6国。如果错过了机会，等到各国重新强大起来，联合对抗秦国，就很难再统一天下了。我听了李斯的话，非常赞同。我早就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李斯的话正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于是我开始重用李斯，任命他为长史，后来又提拔他为客卿。李斯成了我身边最重要的谋士之一。就在李斯得到重用的时候，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差点让他失去了在秦国的机会。当时韩国为了消耗秦国的国力，派了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到秦国，劝说秦国修建一条大型灌溉渠。这条渠从众山引泾水向东注入洛水，全长300多里。秦国采纳了建议，开始动工修建。但就在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韩国的阴谋败露了。秦国的宗室大臣们非常愤怒，认为各国来秦国的人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做间谍的。他们纷纷上书要求驱逐所有在秦国的外国人。我被宗室大臣们的话打动了，下达了逐客令，凡不是秦国人的都必须离开秦国。李斯也在被驱逐的名单中，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在离开咸阳的路上给我写了一封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在奏章中说，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起来，就是因为能够重用来自各国的人才。秦穆公重用游虞、百里奚、简书、丕豹，公孙支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国富兵强。秦惠文王重用张仪，拆散了6国的合纵联盟。秦昭襄王重用范雎，加强了王室的权力。这些人不是秦国人，但都为秦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历代君主都驱逐外国人，秦国就不会有今天的强大。李斯还说，现在秦国的珍宝、美女、音乐很多都来自其他国家。如果只看重秦国本土的东西，这些都不能为秦国所用。但是秦国在用人方面却恰恰相反，不问才能如何，只要不是秦国人就一律驱逐。这说明秦王看重的是珍宝美女，轻视的是人才。这样做是不可能统一天下的。李斯最后说，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才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不拒绝细流，所以才能成就它的深邃；王者不拒绝百姓，所以才能彰显他的德行。现在驱逐外国人，就是把人才送给敌国，把百姓送给诸侯。这样做只会让秦国自己变得虚弱，而让其他国家变得强大。我看完李斯的奏章后恍然大悟，立刻下令废除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了回来。我恢复了他的官职，并且更加重用他。李斯的谏逐客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秦国的命运。从此，秦国更加广泛地招揽各国人才，为后来统一6国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逐客令事件之后，我的威望得到了很大提升。我通过这件事情向天下人展示了自己的英明和大度。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到秦国，投奔到我的麾下，我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公元前238年，我已经22岁了。按照秦国的制度，秦王到了22岁就要举行冠礼，然后亲理朝政。这一年我要到雍城的契年宫举行冠礼。雍城是秦国的旧都，也是秦国宗庙所在地，历代先王都埋葬在这里。举行冠礼是秦国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所有的王公大臣都要参加。嫪毐知道我举行冠礼之后
就要亲自掌握国家大权，到那时自己和太后的私情一定会败露，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发动叛乱夺取政权。于是嫪毐盗用了秦王的印玺和太后的印玺，调动了雍城的军队和自己的门客，在咸阳发动了叛乱。他率领叛军攻打契年宫，想要杀死我，然后立自己和太后生的儿子为秦王。我早就料到嫪毐会发动叛乱，在前往雍城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任命昌平君和昌文君为大将，率领秦国的正规军平定叛乱。双方在咸阳展开了激烈战斗。秦国的正规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力远远超过嫪毐的乌合之众。很快嫪毐的叛军就被打得大败，他率领残兵败将仓皇逃跑。我下令全国通缉嫪毐，凡是能活捉他的赏赐100万钱，杀死他的赏赐50万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过多久，嫪毐就被他的手下抓住献给了我。我对嫪毐恨之入骨，下令将他处以车裂之刑，也就是五马分尸，同时夷灭嫪毐的三族。嫪毐的党羽凡是参与叛乱的都被处死，那些没有参与的门客也都被流放到蜀地。我又派人到雍城找到了赵姬和嫪毐生的2个儿子，下令将他们装进袋子里活活摔死。赵姬作为太后虽然没有被处死，但也被我迁往雍城的飞阳宫软禁起来。我还下令谁敢为太后求情就处死谁，先后有27个大臣因为求情被我杀死。平定嫪毐之乱是我亲政之后的第一件大事。通过这件事情，我向天下人展示了自己的果断和冷酷。我用雷霆手段清除了嫪毐集团，巩固了自己的王位。嫪毐之乱平定之后，接下来就轮到吕不韦了。嫪毐是吕不韦推荐给太后的，所以吕不韦对这场叛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本来想趁机杀死他，但考虑到他侍奉秦庄襄王功劳很大，而且朝中还有很多大臣为他求情，如果现在杀死他，可能会引起朝堂动荡。于是我决定先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去。吕不韦虽然失去了相国的职位，但他在洛阳的封地依然很大，门客也大多跟着他去了洛阳。他在洛阳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各国诸侯听说他回到了洛阳，纷纷派使者前来拜访，每天都有无数的车马往来于洛阳和各国之间。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非常担心，害怕吕不韦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合其他国家发动叛乱。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10邑10万户，你和秦国有什么亲属关系？竟然号称重富。现在你和你的家属都迁到蜀地去居住吧。吕不韦看完这封信，知道我已经容不下他了，他明白我这是在逼他死。如果他不自杀，我下一步就会派人来杀他，而且还会牵连到他的家人。公元前235年，吕不韦在自己的府邸中饮下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死后，他的门客们偷偷将他埋葬在洛阳北邙山。我得知后非常愤怒，下令凡是参加吕不韦葬礼的门客全部驱逐出秦国。同时我还下令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他的封地也被收归国有。就这样，我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先后清除了嫪毐和吕不韦2大政治集团。我终于从他们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真正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此时我已经25岁，年轻有为，精力充沛，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的身边聚集了李斯、王翦、蒙恬、王贲等一大批优秀的文臣武将。秦国的国力也在经过6代君主的积累之后达到了顶峰。我站在咸阳宫的最高处，望着东方的天空，我知道统一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我将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横扫六国，结束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属于嬴政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我彻底清除嫪毐和吕不韦2大势力之后，秦国的朝堂终于恢复了平静。此时的我完全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不再是那个需要仰人鼻息的少年秦王，而是一个意志坚定、杀伐果断的成熟政治家。我的目光越过了函谷关，投向了东方的六国。春秋战国以来，天下已经分裂了500多年，在这500多年里，各国之间战争不断，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经过秦孝公以来6代君主的不懈努力，秦国已经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制度，秦国都远远超过了其他6国。统一天下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深知统一天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6国虽然弱小，但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抗秦国，秦国也很难取胜。因此，在正式发动统一战争之前，我首先召集了朝中的文臣武将，共同商议统一6国的战略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李斯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6国都已经非常衰弱，秦国的实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出兵，逐个消灭。在进攻顺序上，他主张先攻打韩国和赵国。韩国是6国中最弱的国家，离秦国最近，容易攻打。消灭韩国后，秦国就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赵国是3晋中最强的国家，是统一天下最大的障碍之一。消灭赵国后，其他国家就会闻风丧胆。李斯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大臣的赞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魏辽的人来到了秦国，向我提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战略计划。魏辽原本是魏国人，精通兵法和谋略。他听说我正在招揽天下人才，准备统一天下，特地来到秦国，希望得到重用。魏辽见到我之后对我说，秦国现在非常强大，消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成问题。但秦国最担心的是6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如果6国合纵，秦国就算再强大，也很难取胜。因此，秦国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应该运用外交手段和间谍活动，分化瓦解6国之间的关系。魏辽建议我拿出大量金钱去收买各国的权臣和宠臣，让这些人在各国的朝堂上散布谣言，挑拨离间，破坏各国之间的联盟，同时也让他们陷害各国的忠臣良将，削弱各国的实力。这样一来，秦国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我听了魏辽的话，非常高兴，认为他的建议非常有道理，正好弥补了李斯战略计划的不足。于是我立刻任命魏辽掌管秦国的军事。同时，我按照魏辽的建议，从国库中拿出了30万斤黄金，派了大量间谍前往各国开展活动。这些间谍带着金银财宝来到各国后，首先去拜访各国的权臣和宠臣，用金钱收买他们，让他们为秦国服务。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贿赂的忠臣良将，他们就散布谣言进行陷害。在秦国的金钱攻势下，各国的朝堂很快就变得乌烟瘴气，很多权臣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成了秦国的内应。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我正式拉开了统一6国战争的序幕。我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韩国。韩国地处中原，是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的国家，而且韩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扼守着秦国通往东方的要道。秦国想要东出函谷关统一天下，就必须首先消灭韩国。早在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就已经开始不断攻打韩国，先后占领了宜阳、
宛城、野王等重要城市，切断了韩国上党郡和本土的联系。韩国为了生存，不得不一次次的割地求和。到了我继位的时候，韩国的疆域已经只剩下了都城新郑以及周围的10几个城邑，军队已经不堪一击，根本无法和秦军抗衡。韩王安是韩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他知道秦国迟早会来攻打韩国，但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国家出兵救援。可是其他国家都害怕秦国，不敢得罪秦国，眼睁睁看着韩国一步步走向灭亡，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伸出援手。公元前234年，秦国派大将桓飞率领军队攻打赵国，在平阳大败赵军，杀死了赵国大将护哲，斩首10万。韩王安看到赵国战败，更加害怕。他知道秦国消灭赵国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韩国。于是韩王安排自己的儿子韩非出使秦国，希望能够说服我停止攻打韩国。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思想家。他和李斯是同学，都曾经拜在荀子门下学习。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辞，但非常擅长写作。他写了很多文章，阐述自己的法家思想，后来被汇编成《韩非子》一书。我早就读过韩非的文章，对他的才华非常欣赏。我曾经说过，如果能见到韩非和他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就算死了也没有遗憾。现在韩非主动来到了秦国，我非常高兴，立刻召见了他，和他讨论治国之道。韩非向我提出了很多治国的建议，都非常符合我的想法。我对韩非更加欣赏，想要把他留在秦国重用。但是李斯却非常嫉妒韩非的才华，他知道韩非的才能远远超过自己。如果韩非得到重用，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于是李斯开始在我面前陷害韩非。他对我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心里始终向着韩国，他来秦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秦国，而是为了韩国的利益。如果大王重用韩非，他一定会暗中帮助韩国破坏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不用他把他放回韩国，他将来一定会成为秦国的大患，不如现在就找个借口把他杀了，以绝后患。我听了李斯的话，觉得有道理。虽然我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我更担心他会背叛秦国。于是我下令把韩非关进了监狱。李斯害怕我会后悔，就派人给韩非送去了一杯毒酒，让韩非自杀。韩非想要见我当面为自己辩解，但李斯根本不给他机会。韩非无奈，只好饮下毒酒，死在了秦国的监狱里。没过多久，我就后悔了。我觉得韩非罪不至死，想要下令赦免他。但当使者赶到监狱的时候，韩非已经死了。我非常惋惜，但也没有办法。韩非的死并没有改变韩国灭亡的命运。公元前230年，我派内史腾率领秦军攻打韩国。内史腾原本是秦国的南阳守将，对韩国的情况非常熟悉。秦军在他的率领下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韩国的都城新郑。韩王安根本没有想到秦军会来得这么快，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但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就在韩国君臣犹豫不决的时候，秦军已经攻破了新郑的城门，俘虏了韩王安，韩国就这样灭亡了。我在韩国的旧地设置了颍川郡，任命内史腾为郡守治理这片土地。韩国是战国七雄中第一个被秦国灭亡的国家。韩国的灭亡标志着秦国统一六国战争的正式开始，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倒下，引发了连锁反应。其他5国看到韩国灭亡，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消灭韩国之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赵国。赵国是3晋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在战国后期，赵国是唯一能够和秦国相抗衡的国家。赵国经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之后，
军事实力大增。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还有廉颇、李牧等一大批优秀的将领。虽然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惨重，40万大军被坑杀，但军事实力并没有完全丧失。在李牧的率领下，赵国军队多次打败秦军的进攻，保卫了赵国的国土。我知道消灭赵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消灭韩国之后，我并没有立刻出兵攻打赵国。我先派间谍前往赵国继续开展间谍活动，收买赵国的权臣，陷害李牧。同时，我也在积极地调动军队，做好攻打赵国的准备。公元前229年，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派大将王翦率领上郡的军队从井闳出发攻打赵国的北部，同时派杨端和率领河内的军队从南面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准备一举消灭赵国。赵王谦得知秦军来犯，立刻任命李牧为大将军，司马尚为副将，率领赵国的主力部队抵抗秦军的进攻。李牧是战国时期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长期驻守在赵国北部边境，抵御匈奴的入侵，治军严明，爱护士兵。他在边境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不和匈奴正面交战，匈奴每次来犯都抢不到任何东西，反而损失惨重。后来李牧设下埋伏，一举歼灭了匈奴的10万骑兵，从此匈奴再也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李牧也因此成了赵国的守护神。李牧率领赵军来到前线后，立刻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他知道秦军战斗力强，士气旺盛，不能和秦军正面决战。于是李牧采取了坚守不出的战术，无论秦军如何挑战，他都命令士兵坚守营寨，不许出战。秦军多次进攻赵军的营寨，都被打退。王翦率领的北路军被李牧阻挡在井闳一带，寸步难行。杨端和率领的南路军也被司马尚阻挡在邯郸以南。双方相持了1年多时间，秦军始终无法突破赵军的防线。王翦知道，只要李牧在，秦军就很难打败赵军。想要消灭赵国，就必须先除掉李牧。于是王翦派人回到咸阳，向我报告了前线的情况，建议我再次使用反间计除掉李牧。我采纳了王翦的建议，派间谍带着大量黄金前往赵国的都城邯郸，去收买赵王谦的宠臣郭开。郭开是个贪财好色、嫉贤妒能的小人，早就对李牧心怀不满。现在秦国送来了这么多黄金，他立刻就答应了我的要求。郭开开始在赵王谦面前散布谣言，说李牧和司马尚勾结秦国，想要背叛赵国，投降秦军。他对赵王谦说，李牧之所以坚守不出，不和秦军交战，就是在和秦军暗中勾结，等待时机成熟，就里应外合消灭赵国。赵王谦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平时就非常信任郭开，对他言听计从。现在听到郭开这么说，赵王谦立刻就相信了。他没有派人调查事情的真相，就立刻下令免去李牧和司马尚的职务，派赵聪和严巨去接替他们。李牧接到赵王谦的命令后非常震惊，他知道现在正是战争的关键时刻，如果临阵换将，赵军一定会大败。而且赵聪和严巨都是无能之辈，根本不是王翦的对手。于是李牧拒绝接受命令，对使者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秦军压境，国家危在旦夕，我不能因为一道错误的命令就放弃保卫国家的责任。郭开早就料到李牧会拒绝，又到赵王谦面前进谗言，说李牧公然违抗大王的命令，这就证明他确实有谋反之心。如果不赶快除掉他，后果不堪设想。赵王谦更加愤怒，暗中派人逮捕了李牧，并将他处死。司马尚也被罢免了官职，流放到了外地。李牧的死是赵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他是赵国唯一能够抵抗秦军的将领。李牧一死，
赵国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抵挡秦军的进攻了。赵军士兵得知李牧被冤杀，都非常愤怒和伤心，纷纷放下武器，不愿意再为赵王谦卖命。赵军的士气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王翦得知李牧被杀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他知道消灭赵国的时机已经到了。王翦立刻下令向赵军发动总攻。此时的赵军已经群龙无首，人心涣散，赵聪和严惧根本指挥不动军队，秦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破了赵军的防线。赵聪在战斗中被秦军杀死，严惧率领残兵败将，仓皇逃回了邯郸。公元前228年，王翦率领秦军攻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谦出城投降，成了秦军的俘虏，赵国就这样灭亡了。秦军进入邯郸后，我亲自来到了邯郸。邯郸是我的出生地，我在这里度过了9年的童年时光。在这9年里，我受尽了苦难和屈辱。现在，我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了这个曾经让我受尽折磨的地方。我下令将当年曾经欺负过我和我母亲的赵国人全部抓起来坑杀，这是我对童年屈辱的一次报复。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恩怨分明、睚眦必报的人。赵国灭亡后，赵国的公子嘉率领几百名亲信逃到了代地，在代地自立为代王，继续抵抗秦军。但此时的代国已经只是一个小小的割据政权，根本无法和秦国抗衡。它的存在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消灭赵国之后，秦国的疆域已经扩展到了黄河下游地区。接下来，我的目标就是魏国。魏国在战国初期曾经是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任用李信施行变法，使魏国迅速强大起来。魏国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曾经称霸中原几十年。但是魏国后来的君主都昏庸无能，重用奸臣排挤忠臣，导致国力逐渐衰落。秦国趁机不断攻打魏国，占领了魏国的大片土地。到了我继位的时候，魏国的疆域已经只剩下了都城大梁以及周围的几个城邑，军队不堪一击。魏王甲是魏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他知道秦国消灭赵国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魏国，但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大梁城坚固的城墙能够抵挡秦军的进攻。大梁城是魏国的都城，经过几代君主的修建，城墙非常高大坚固，而且大梁城地处黄河和鸿沟之间，水资源丰富，易守难攻。魏国曾经多次依靠大梁城的坚固防御，抵挡了其他国家的进攻。公元前225年，我派王贲率领秦军攻打魏国。王贲是大将王翦的儿子，也是秦国著名的将领。他作战勇猛，善于用兵，率领秦军很快就打到了大梁城下，将大梁城团团包围。王贲首先下令对大梁城发动猛攻，但是大梁城的城墙实在太坚固了，秦军连续攻打了好几天都没有攻破城门，伤亡惨重，却毫无进展。王贲知道硬攻只会造成更大伤亡，他仔细观察了大梁城周围的地形，发现大梁城地势低洼，而且靠近黄河和鸿沟。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水攻。王贲下令秦军停止进攻，然后派士兵去挖掘渠道，将黄河和鸿沟的水引到大梁城下。当时正值雨季，黄河水位上涨，水流湍急，大量河水顺着渠道涌向了大梁城。大水很快就淹没了城墙根。大梁城的城墙是用土筑成的，被大水浸泡之后，开始慢慢坍塌。3个月之后，大梁城的城墙大部分都倒塌了。大水冲进了城里，淹没了大街小巷，城里的百姓死伤惨重，到处都是尸体。魏王甲看到大势已去，只好率领文武百官出城向秦军投降。魏国就这样灭亡了。我在魏国的旧地设置了当郡治理这片土地。
魏国的灭亡标志着三晋地区全部被秦国占领。三晋是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最强大的3个国家。三晋的灭亡使得秦国彻底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现在秦国的面前只剩下了楚国、燕国和齐国3个国家。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公元前225年灭魏，我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先后消灭了韩、赵、魏3个国家。在这5年里，秦国的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统一战争的进展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但我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我知道楚国是南方的大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军事实力也比较强。消灭楚国不会像消灭三晋那样容易，而且燕国和齐国也还没有灭亡，统一战争的道路还没有走完。我站在大梁城的废墟上，望着南方的天空。我知道接下来的战争将会更加艰难，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将率领秦国的军队继续前进，直到消灭所有的国家，统一天下。消灭三晋之后，我的统一大业已经完成了大半。此时的秦国已经占据了天下的大部分土地，人口和财富都远远超过了剩下的3个国家。秦国的军队经过连年征战，战斗力已经达到了顶峰。但我并没有停下脚步。我知道，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存在，统一就没有真正完成。接下来，我的目光同时投向了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燕国。楚国是南方的大国，立国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楚国的疆域最为辽阔，西起巴蜀，东到大海，南至岭南，北达淮河。楚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虽然楚国在和秦国的历次战争中屡战屡败，丢失了大片土地，但根基并没有被完全摧毁，依然保留着相当强的军事实力，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之一。我深知消灭楚国不会像消灭三晋那样容易，因此在正式出兵攻打楚国之前，我召集了朝中的所有文臣武将，共同商议灭楚的战略。在这次会议上，我首先询问了年轻将领李信的意见。李信是秦国冉冉升起的一颗将星，他年轻勇猛，作战果敢，在消灭赵国和燕国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我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才能。我问李信，如果派他率领军队攻打楚国需要多少兵力？李信毫不犹豫地回答，只需要20万大军就够了。他认为楚国现在已经非常衰弱，军队战斗力低下，根本不堪一击。秦军一进攻楚国，就会土崩瓦解。我听了李信的话，非常满意。我又转头问老将王翦同样的问题。王翦是秦国最资深的将领，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在消灭赵国的战争中立下了首功。王翦沉思了片刻，然后回答说，攻打楚国非60万大军不可。我听了王翦的话，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色。我对他说，王将军果然是老了，怎么变得如此胆小？李将军年轻有为，勇敢果断。他说20万大军就够了。于是我没有采纳王翦的建议，任命李信为大将军，蒙恬为副将，率领20万大军南下攻打楚国。王翦看到我不听劝告，心里非常失望。他知道李信一定会失败，于是王翦向我上书说自己年老多病，无法再带兵打仗，请求告老还乡。我正觉得王翦碍眼，立刻就批准了他的请求。王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平阳，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公元前225年，李信和蒙恬率领20万大军，兵分2路向楚国发动了进攻。李信率领一路军队攻打平舆，蒙恬率领另一路军队攻打寝丘。战争的进展果然如李信所料，非常顺利。秦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平舆和寝丘，大败楚军。初战告捷，
李信更加骄傲自满，认为楚军果然不堪一击，消灭楚国指日可待。于是李信率领军队继续西进攻打鄢郢，楚军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李信很快就攻占了鄢郢。李信下令军队在鄢郢休整几天，然后继续前进，和蒙恬在城附会师。但是李信没有想到，他已经掉进了楚军设下的陷阱。楚国大将项燕是楚国最优秀的将领，他深知秦军战斗力强，不能和秦军正面硬拼，于是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他故意让楚军在前线节节败退，引诱李信率领大军深入楚国腹地。等到秦军的战线拉长，后勤补给困难的时候，项燕再率领楚军主力发动突然袭击，李信果然中计了。他率领大军长驱直入，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就在李信向城附进军的时候，项燕率领楚国主力部队悄悄地跟在秦军后面。楚军士兵日夜兼程，3天3夜没有休息，一直紧紧尾随着秦军。当秦军到达城附，准备和蒙恬会师的时候，项燕突然下令向秦军发动总攻。楚军士兵如同猛虎下山一般，从四面八方冲向秦军营地。秦军毫无防备，顿时乱作一团。李信急忙组织军队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楚军的攻势非常猛烈，秦军的防线很快就被突破了。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秦军拼死抵抗，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楚军的进攻，秦军大败，7个都尉在战斗中被杀，士兵死伤无数。李信率领残兵败将拼死杀出重围，狼狈逃回了秦国。蒙恬得知李信战败的消息，也只好率领军队撤退。李信伐楚的失败是秦国统一6国战争中少有的一次惨败。这个消息传到咸阳，我勃然大怒。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初错怪了王翦，也低估了楚国的实力。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惩罚李信。我知道他虽然轻敌冒进，但作战还是非常勇敢的，而且这次失败我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立刻放下了秦王的架子，亲自乘坐马车前往平阳去见王翦。我见到王翦之后，诚恳地向他道歉。我说，寡人当初没有听从将军的建议，导致李信战败，秦军蒙受了耻辱。现在楚军正在向西进军，逼近秦国的边境。将军虽然有病在身，难道忍心抛弃寡人吗？王翦一开始还是推辞，说自己年老多病，身体不好，无法再带兵打仗，希望大王另选贤能。我再三请求，态度非常诚恳。王翦看到我确实是真心实意请自己出山，才终于答应了。但他坚持说，要想让我带兵攻打楚国，必须给我60万大军，少一个人都不行。我立刻答应了王翦的要求。我知道60万大军几乎是秦国全部的军队了，但为了消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我必须把全国的军队都交给他。公元前224年，王翦率领60万大军正式出征楚国。我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坝上为王翦送行。在送行的宴会上，王翦多次向我请求赏赐良田美宅和园林池院。我笑着说，将军尽管放心带兵打仗，难道还担心将来会贫穷吗？王翦回答说，我作为大王的将领，即使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不能被封侯，所以我要趁着大王现在还信任我的时候，多请求一些赏赐，为我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产业。我听了之后哈哈大笑。我以为王翦只是一个贪图富贵的人，心里反而更加放心了。王翦率领大军出发之后，一路上又先后5次派人回到咸阳，向我请求赏赐良田。有人不解地问王翦将军，这样不断地请求赏赐是不是太过分了？王翦回答说，你不懂，秦王为人多疑，不信任别人，现在他把全国的军队都交给了我，他心里肯定非常担心我会拥兵自重，背叛他。我如果不多请求一些赏赐，
表明自己只想要富贵，没有其他野心，秦王就会怀疑我。到那个时候，我不仅不能完成灭楚的大业，恐怕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众人听了王翦的话，这才恍然大悟，都佩服他的深谋远虑和政治智慧。王翦率领60万大军到达了楚国的边境。项燕得知王翦率领60万大军前来，也不敢怠慢，立刻调集了楚国所有的军队前来抵抗秦军。双方在平舆一带相遇，摆开了阵势。楚军士兵士气高昂，他们刚刚打败了李信的20万大军，信心倍增。项燕多次派人到秦军营前挑战，想要和秦军决一死战，但是王翦却下令全军坚守营寨，不许出战。无论楚军如何辱骂挑衅，秦军都不许出营应战。王翦每天都让士兵们休息吃好住好，还改善了伙食，让士兵们每天都能吃到牛肉。王翦自己也和士兵们一起吃饭，同甘共苦。除了日常训练之外，王翦还让士兵们进行一些娱乐活动，比如投石跳远等等。士兵们的体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提升。就这样，双方相持了1年多时间。在这1年多里，秦军始终坚守不出，没有和楚军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战斗。楚军士兵的士气逐渐低落下来，他们每天都在营前挑战，但秦军就是不理睬。时间一长，楚军士兵都变得疲惫不堪，军心涣散。项燕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非常着急。他知道长期僵持下去对楚军非常不利。楚国的国力不如秦国，根本打不起持久战，而且60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压力非常大，秦国都有些吃力，更何况是楚国。项燕以为王翦率领60万大军前来只是为了防守边境，并没有真正想进攻楚国，于是项燕决定率领楚军向东撤退。王翦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楚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楚军开始向东撤退的时候，立刻意识到决战的时机已经到了。王翦立刻下令全军出击追击楚军。秦军士兵已经憋了1年多的劲，早就想和楚军大战一场了。接到命令之后，秦军士兵如同猛虎出笼一般，向楚军发起了猛烈进攻。楚军根本没有想到秦军会突然发动进攻，顿时乱作一团，士兵纷纷丢下武器，四散逃跑。王翦率领秦军乘胜追击，在齐南追上了楚军主力，双方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秦军士气旺盛，战斗力极强；楚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楚军大败。项燕率领残兵拼死抵抗，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在战斗中被杀。项燕的死对楚国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是楚国最后的支柱，也是楚军心中的精神领袖。项燕一死，楚国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了。王翦率领秦军继续前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楚国的都城寿春。楚王复楚出城投降，成了秦军的俘虏。公元前223年，楚国正式灭亡。我在楚国的旧地设置了九江郡和长沙郡，治理这片辽阔的土地。消灭楚国之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楚国这个最大的障碍被清除了，统一天下的道路已经变得平坦无阻。现在天下只剩下了燕国和齐国2个国家，而燕国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秦军打得元气大伤，只剩下了辽东一隅之地。其实秦国和燕国的战争早在消灭赵国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引发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赵国灭亡之后，秦军的兵锋直接指向了燕国。秦军驻扎在中山故地，兵临易水，随时都有可能渡过易水攻打燕国。燕国的君臣都非常害怕，知道以燕国的实力根本无法和秦国抗衡。燕国的太子丹更是心急如焚。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做人质，
和我小时候是玩伴。后来太子丹又被派到秦国做人质，我成为秦王之后，对他非常不好，经常羞辱他。太子丹怀恨在心，偷偷逃回了燕国，一直想要报复我，但苦于没有机会。现在秦国大军压境燕国，危在旦夕，太子丹走投无路，终于想到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办法，派一个勇士前往秦国刺杀我。太子丹认为，只要杀死了我，秦国就会陷入混乱，燕国就可以趁机联合其他国家打败秦国。太子丹开始四处寻找能够刺杀我的勇士，他找到了燕国的隐士田光，田光向他推荐了荆轲。荆轲是魏国人，喜欢读书和击剑，为人慷慨仗义，重情重义。荆轲来到燕国后，和田光成了好朋友。田光知道荆轲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能够担当刺杀重任。太子丹见到荆轲后，对他非常敬重，把他奉为上宾，给他最好的住宅，最丰盛的饮食，最珍贵的宝物。荆轲被太子丹的诚意打动，答应了他的请求，愿意前往秦国刺杀我。但是荆轲告诉太子丹，要想接近我，必须要有2样东西，一样是樊哙期的人头，另一样是都抗的地图。樊哙期是秦国的叛将，因为得罪了我，逃到了燕国，我悬赏1000金要樊哙期的人头。如果能把他的人头献给我，我一定会很高兴，就会接见荆轲。都抗是燕国最肥沃的土地，我早就想要得到它。献上都抗的地图，就可以表示燕国愿意投降，进一步麻痹我。太子丹不忍心杀死樊哙期，樊哙走投无路才来投奔自己，自己怎么能杀死他呢？荆轲看到太子丹犹豫不决，就自己去见樊哙期，说明了情况，告诉他只有用他的人头才能接近我刺杀，我为他报仇，也为燕国解除危机。樊哙听了荆轲的话，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这是他唯一能够报仇的机会，于是拔剑自刎，献出了自己的人头。太子丹得知后非常伤心，亲自为樊哙期收尸厚葬了他。然后他把樊哙期的人头装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交给了荆轲。太子丹还为荆轲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最好的钢铁打造，锋利无比。他还让人在匕首上淬了剧毒，只要被划破一点皮肤，就会立刻死亡。太子丹把匕首藏在都抗地图的最里面，准备在我看地图的时候趁机刺杀我。为了保险起见，太子丹又派了一个名叫秦舞阳的勇士做荆轲的副手。秦舞阳13岁就杀过人，胆子非常大，一般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秦舞阳出发前往秦国，太子丹和他的门客都穿着白衣白帽，来到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当时的天气非常寒冷，秋风萧瑟，易水波涛汹涌。荆轲站在河边，望着远方的秦国，心中充满了悲壮。他知道这一去，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自己都不可能再回来了。荆轲登上马车，没有回头，径直向秦国驶去。荆轲和秦舞阳来到了秦国的都城咸阳。荆轲用重金收买了我的宠臣蒙嘉，蒙嘉在我面前为荆轲说好话，说燕王非常害怕大王的威严，不敢起兵抵抗秦国。燕王愿意举国投降，做秦国的臣子，燕王不敢亲自来见大王，特地派使者送来樊哙期的人头和都抗的地图献给大王。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以为燕国真的愿意投降了。于是我下令在咸阳宫举行隆重的仪式，接见燕国使者。这一天，咸阳宫戒备森严，文武百官穿着朝服站在大殿两侧。荆轲捧着装有樊哙期人头的盒子，秦舞阳捧着装有都抗地图的盒子，依次走进了咸阳宫。当走到大殿台阶下的时候，秦舞阳突然脸色发白，浑身发抖。秦国的大臣们看到他这个样子，都觉得非常奇怪。荆轲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向我解释说，秦舞阳是北方边远地区的粗人，
从来没有见过天子的威严，所以才会如此害怕，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让他完成使命。我没有怀疑，让荆轲把秦舞阳手里的地图拿上来。荆轲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走到我的面前，慢慢展开。当地图一点点展开，快要到尽头的时候，藏在地图里面的匕首露了出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图穷匕见。荆轲左手迅速抓住我的袖子，右手拿起匕首猛地刺向我的胸口。我大惊失色，猛地向后一跳，挣断了袖子。我想要拔出腰间的佩剑，但是剑太长了，一时之间拔不出来。荆轲拿着匕首紧紧地追赶我，我只好绕着大殿里的柱子跑。大殿上的文武百官都惊呆了。按照秦国的法律，大臣上殿不能携带任何兵器，而侍卫都站在大殿外面，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进入大殿。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荆轲追赶我。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士医夏无且急中生智，拿起他手里的药箱，用力砸向荆轲。荆轲被药箱砸中身体，停顿了一下。就是这短暂的一瞬间，给了我最宝贵的时间。我趁机拔出了佩剑，一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在了地上，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追赶我了，于是他把手里的匕首用力扔向我，但是匕首没有击中我，打在了旁边的柱子上。我冲上前去，又在荆轲身上连砍了8剑。荆轲靠着柱子大笑起来，随后冲上来的侍卫们杀死了荆轲。秦舞阳也被侍卫们杀死在大殿的台阶下。荆轲刺秦王的事件让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同时也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我没有想到燕国竟然敢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我立刻下令增派军队前往赵国，命令王翦率领大军立刻攻打燕国。公元前226年，王翦率领秦军渡过易水，向燕国发动了猛烈进攻。燕军根本不是秦军的对手，一触即溃。秦军很快就攻破了燕国的都城蓟。燕王喜和太子丹率领残兵败将，仓皇逃到了辽东。秦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辽东。燕王喜为了求和，竟然杀死了太子丹，把太子丹的人头献给了我。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进攻。我知道燕国已经是囊中之物，随时都可以消灭它。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消灭楚国上。公元前222年，楚国灭亡之后，我派王贲率领大军攻打辽东。秦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燕国正式灭亡。在消灭燕国的同时，王贲还率领大军回师攻打代地。代王家率领军队抵抗，但最终还是被秦军打败。王贲俘虏了代王家，赵国的残余势力也被彻底消灭了。至此，6国之中已经有5个国家被秦国灭亡了，天下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国家齐国。齐国地处东方的海滨，远离秦国。几十年来，齐国一直没有经历过战争，国内一片太平景象。但是这种太平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我站在咸阳宫的地图前，手指缓缓地移向了东方的临淄。我知道统一战争的最后一战即将打响，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结束500多年的分裂局面。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帝国即将诞生。公元前221年，王贲率领秦军从辽东南下兵锋，直指齐国。此时的天下，韩赵魏楚燕5国已经全部灭亡，只剩下东方的齐国还在苟延残喘。齐国是西周初年就分封的老牌诸侯国，立国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齐国地处东海之滨，拥有鱼盐之利，经济非常发达。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曾经称霸诸侯，成为春秋5霸之首。在战国时期，齐国也曾经是和秦国并驾齐驱的强国，齐闵王甚至曾经和秦昭王并称东西2帝。
但是齐国后来因为五国伐齐而元气大伤。虽然田丹用火牛阵收复了失地，但齐国的国力已经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水平。齐王建是齐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在位40多年，是战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但是齐王建是一个昏庸无能、胸无大志的人。他在位期间，齐国的朝政完全被他的舅舅后胜把持。后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小人。秦国早就知道后胜的为人，派了大量间谍来到齐国，用重金收买他。后胜收了秦国的贿赂之后，就不停地在齐王建面前说秦国的好话。他劝说齐王建不要和其他国家联合抗秦，也不要整顿军备，只要好好侍奉秦国，齐国就可以平安无事。齐王建听信了后胜的话，在秦国消灭其他5国的战争中始终保持中立，没有出兵帮助任何一个国家。当韩国灭亡的时候，齐国无动于衷；当赵国灭亡的时候，齐国袖手旁观；当魏国灭亡的时候，齐国视而不见；当楚国灭亡的时候，齐国幸灾乐祸；当燕国灭亡的时候，齐国依然没有任何反应。齐王建以为只要自己对秦国恭恭敬敬，秦国就不会攻打齐国。他甚至还准备亲自到咸阳去朝见我，向秦国称臣。齐王建的这种做法让齐国的大臣们都非常担忧，很多大臣都劝说齐王建赶快整顿军备，联合其他国家的残余势力共同抵抗秦国。但是齐王建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沉浸在和平的幻想之中，认为秦国不会对齐国动手。直到王贲率领秦军打到了齐国的边境，齐王建才如梦初醒。他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但是此时的齐国已经几十年没有经历过战争了，齐国的军队早就腐朽不堪，士兵连武器都不会使用，齐国的城池也年久失修，根本无法抵挡秦军的进攻。后胜此时又站了出来，他劝说齐王建投降秦国。后胜说秦国的实力非常强大，齐国根本不是对手，如果抵抗的话，只会落得个国破人亡的下场。如果主动投降的话，秦国一定会善待大王，给大王一块封地，让大王安享晚年。齐王建本来就胆小怕事，听了后胜的话，更加没有抵抗的勇气。于是齐王建下令打开临淄的城门，向秦军投降。王贲率领秦军不费一兵一卒就进入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公元前221年，齐国正式灭亡。齐国的灭亡标志着秦国统一6国战争的彻底结束。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结束，我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6个国家，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齐王建投降之后，我并没有兑现后胜的承诺，我把齐王建流放到了贡地，安置在一片松柏之间。后来齐王建被活活饿死在了那里。齐国人都怨恨齐王建不早和诸侯合纵抗秦，反而听信奸臣，导致国家灭亡。他们编了一首歌谣来讽刺齐王建。消灭6国之后，我认为自己的功绩已经超过了上古时期的3皇5帝，如果还继续使用秦王的称号，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伟大。于是我召集了朝中的所有大臣商议更改称号的事情。我对大臣们说，从前韩王交出土地，献上玉玺，请求做秦国的藩臣，但是没过多久，韩王就背叛了盟约，和赵国、魏国联合反叛秦国，所以寡人派兵消灭了韩国，俘虏了韩王。寡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希望能够停止战争，让百姓安居乐业。赵王派他的丞相李牧来和秦国结盟，寡人归还了赵国的质子，但是没过多久，赵国也背叛了盟约，在太原反叛秦国，所以寡人
派兵消灭了赵国，俘虏了赵王。赵国的公子嘉自立为代王，寡人又派兵消灭了他。魏王一开始答应臣服秦国，但后来又和韩国、赵国密谋袭击秦国，所以寡人派兵消灭了魏国，占领了大梁。楚王献出青阳以西的土地，请求和秦国结盟，但没过多久，楚国也背叛了盟约，攻打秦国的南郡，所以寡人派兵消灭了楚国，俘虏了楚王。燕王昏庸无能，他的太子丹竟然派荆轲来刺杀寡人，所以寡人派兵消灭了燕国，俘虏了燕王。齐王采用后胜的计策，断绝了和秦国的外交关系，想要发动叛乱，所以寡人派兵消灭了齐国，俘虏了齐王。寡人以渺小的身躯兴兵诛灭暴乱，依靠宗庙的神灵，终于平定了天下。现在如果不更改称号，就无法传扬我的功绩，让后世知道。你们商议一下，应该用什么称号才合适？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杰、廷尉李斯等人听了我的话之后，一起商议了很久，然后向我上奏说，从前武帝的时候，统治的地方不过千里，千里之外的诸侯，有的来朝贡，有的不来朝贡，天子也无法控制。现在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都成为了郡县，法令都由陛下统一制定，这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武帝也比不上陛下的功绩。我们和博士们商议之后，认为古代有天皇、地皇、太皇，其中太皇最为尊贵，所以我们建议陛下应该使用太皇的称号。陛下的命令称为制，陛下的诏令称为诏，陛下自称为朕。我听了之后思考了很久，我认为太皇这个称号虽然尊贵，但还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功绩。我说，去掉太子，保留皇字，再采用上古时期的帝号合称为皇帝，其他的就按照你们的建议来办。于是我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我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称为二世皇帝，再传给孙子称为三世皇帝，就这样一直传下去，直到万世无穷无尽。我还下令废除谥号制度，谥号是古代的君主大臣死后，后人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品德修养评定一个称号。我认为谥号是子义父臣义君，非常不敬，所以下令废除。从此以后，秦朝的皇帝都用世数来称呼，始皇帝、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此类推。确立了皇帝制度之后，我又开始改革中央官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这套制度被称为三公九卿制。三公是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太尉掌管全国的军事，是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同时也掌管国家的文书档案。三公之间互不同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通过三公牢牢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九卿是指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管宫廷侍卫，卫尉掌管宫门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廷尉掌管司法刑狱，典客掌管外交事务，宗正掌管皇室宗族事务，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少府掌管皇室财政。九卿分别掌管不同事务，都直接对丞相负责。三公九卿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套制度分工明确，效率很高，能够有效管理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后来的各个朝代基本上都沿用了这套制度，只是在名称和职责上做了调整。解决了中央官职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地方制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朝中大臣产生了激烈争论。丞相王绾首先向我上奏说，现在天下刚刚平定，
燕齐楚等地距离咸阳非常遥远，如果不在这些地方分封诸侯王，就无法镇守这些地方。希望陛下能够分封各位皇子为诸侯王，前往这些地方镇守，这样就可以巩固秦朝的统治。我把王绾的建议交给大臣们讨论，大多数人都赞同，认为分封制是个好办法，但是廷尉李斯却坚决反对。李斯向我上奏说，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封了很多子弟和同姓诸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他们互相攻击，如同仇人一般。周天子也无法禁止。现在天下依靠陛下的英明神武，终于实现了统一，全国都应该设置郡县，由陛下直接派遣官吏管理。对于各位皇子和功臣，可以用国家的赋税来重赏他们，而不应该分封他们土地。这样一来，天下就不会再有异心，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如果再分封诸侯王，将来一定会再次出现诸侯混战的局面。我听了李斯的话，非常赞同。我说，天下的百姓之所以遭受战争的苦难，就是因为有诸侯王的存在。依靠宗庙的神灵，天下刚刚平定，如果又重新分封诸侯王，这就是在制造战争。想要天下安宁，岂不是非常困难吗？廷尉的建议是正确的，于是我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我把全国分为36个郡，后来随着疆域扩大，又增加到了40多个郡。每个郡设置郡守、郡尉和监狱使。郡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掌管全郡的政务。郡尉掌管全郡的军事，辅佐郡守。监狱使负责监察全郡的官吏，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御史大夫。郡下面设置县，县的长官称为县令或者县长。万户以上的县称为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为县长。县令或县长掌管全县的政务。县下面设置县尉和县丞，县尉掌管全县的军事，县丞辅佐县令或县长处理政务，同时掌管司法。郡守、县令等地方官吏都由皇帝直接任免，不能世袭，俸禄由国家统一发放。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通过郡县制，把国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出现。郡县制的推行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彻底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地方行政体系。这套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各个朝代基本上都沿用了郡县制，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地方行政制度依然可以看到郡县制的影子。确立了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之后，我又开始推行一系列统一措施来巩固国家的统一。首先是统一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都不一样，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写法，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也不利于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于是我下令统一全国文字。我命令李斯、赵高、胡无敬等人对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进行整理和简化，创造出了一种新字体，称为小篆。小篆字体规整笔画，均匀易于书写。我把小篆定为全国通用的标准字体。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更加简便的字体，称为隶书，在民间广泛流行，成为日常使用的字体。统一文字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促进了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而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从此以后，虽然中国各地的方言不同，但大家都使用统一的文字，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统一货币。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也不一样。齐国和燕国使用刀币，赵国和魏国使用布币，楚国使用以鼻钱，秦国使用圆形方孔钱。这些货币的形状、大小、重量都不一样。
换算起来非常麻烦。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于是，我下令统一全国货币，规定废除6国原来使用的所有货币，全国统一使用秦国的圆形方孔钱。这种钱被称为秦半两钱，重半两，上面注有半两2字。统一货币之后，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换变得非常方便，大大促进了全国经济发展，也加强了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圆形方孔钱的形制也被后来的各个朝代所沿用，一直使用了2000多年。第三是统一度量衡。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也不一样，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都不相同。同样一尺在不同国家长度不一样，同样一斗在不同国家容量不一样，同样一斤在不同国家重量不一样。这种情况不仅给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也不利于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商业发展。于是我下令统一全国度量衡，规定以秦国原来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长度、容量和重量。所有的度量衡器都必须由官府统一监制，并且刻上统一的铭文。凡是不符合标准的度量衡器一律禁止使用。统一度量衡之后，全国的度量衡有了统一标准，不仅方便了百姓生活，促进了商业发展，而且保证了国家赋税征收的公平性和准确性。第四是车同轨。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车辆轮距也不一样，有的地方轮距宽，有的地方轮距窄，不同国家的车辆无法在同一条道路上行驶。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各地之间的交通往来和物资运输。于是我下令统一全国的车辆轮距，规定所有车辆的轮距一律为6尺。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车辆就可以在同一条道路上自由行驶了。为了加强全国各地联系，我还下令修建驰道。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主要驰道有2条，一条向东通往燕齐地区，一条向南通往吴楚地区。驰道非常宽阔，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就种植一棵松树。驰道路面用夯土筑成，非常坚固。驰道的修建大大改善了全国交通状况，方便了军队调动和物资运输，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除了驰道之外，我还下令修建了直道。直道从九原郡一直到云阳，全长1800多里。直道是一条军事要道，主要是为了防备北方匈奴而修建的。一旦北方边境发生战事，秦军就可以通过直道迅速从咸阳赶到九原郡，抵御匈奴入侵。第五是迁徙富豪收兵器。为了加强对6国旧贵族的控制，防止他们发动叛乱，我下令把6国的12万户富豪迁到咸阳。这些富豪在原来的地方有很大势力和影响力，把他们迁到咸阳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故土，失去了地方势力，再也无法发动叛乱了。同时我还下令收集天下所有的兵器运到咸阳，然后把这些兵器融化，铸成12个巨大的金人，每个金人重1000石，放置在咸阳宫前面。这样一来，百姓手里就没有了兵器，也就无法反抗秦朝的统治了。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我建立了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国家有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交通体系和统一的行政制度。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秦朝的统一，而且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统一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分裂的时间。我站在咸阳宫的最高处，望着脚下这片辽阔的土地，我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满足，我的目光
已经投向了北方的草原和南方的岭南。我知道秦朝的疆域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我要让秦朝的威名传遍天下的每一个角落。完成统一六国大业之后，我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在我的心中，秦朝的疆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原来六国的范围，北方的草原和南方的岭南都应该成为大秦帝国的领土。我要让自己的威名传遍四海八荒，让所有的异族都臣服于大秦的脚下。在秦朝的北方生活着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匈奴人以游牧为生，擅长骑射，民风彪悍。他们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城池。早在战国时期，匈奴就经常南下侵扰中原地区，掠夺人口和财物。为了抵御匈奴入侵，秦国、赵国和燕国都在自己的北方边境修建了长城。但是这些长城都是分段修建，互不连接，无法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在秦赵两国忙于统一战争的时候，匈奴趁机南下占领了河套地区。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牧场。匈奴占领河套地区后，以此为基地，不断地向南侵扰，威胁着秦朝的都城咸阳。我一直对神仙方术之说深信不疑，希望能够找到长生不老之药，永远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于是我派了很多方士入海，求仙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其中有一个名叫卢生的方士，从海上回来之后，向我献上了一本图书。图书上写着5个字：亡秦者胡也。我看到这5个字之后大为震惊，我以为这里的胡指的就是北方的匈奴。我认为匈奴是秦朝最大的威胁，如果不消灭匈奴，秦朝迟早会灭亡在匈奴手中。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匈奴的问题。公元前215年，我任命蒙恬为大将军，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蒙恬是秦国著名的将领，出身于将门世家，祖父蒙骜和父亲蒙武都是秦国大将。蒙恬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兵法，作战勇猛。他率领大军北上之后，首先向驻扎在河套地区的匈奴军队发动了进攻。秦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匈奴军队虽然擅长骑射，但在秦军的强弓劲弩和严密阵法面前不堪一击。蒙恬率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匈奴单于率领残兵败将向北逃窜了700多里，再也不敢南下牧马。蒙恬收复河套地区之后，我在那里设置了9原郡，下辖34个县。为了巩固对河套地区的统治，我下令从内地迁徙了3万户百姓到河套地区定居。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河套地区的开发。为了防止匈奴再次南下侵扰，我下令在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北方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一条新的万里长城。我任命蒙恬为长城工程总指挥，负责整个工程的修建。蒙恬率领30万大军，加上从全国各地征发来的数百万民夫，开始了这项浩大工程。修建长城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长城大多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上，地形复杂，民夫们需要背着沉重的砖石和泥土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爬。很多民夫因为劳累过度、饥饿或者疾病死在了工地上。当时流传着很多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然大多是民间传说，但也反映了修建长城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经过几年艰苦努力，万里长城终于修建完成。这条长城西起临干，东至辽东，全长1万多里。它像一条巨龙一样蜿蜒在北方的群山之中，成为了中原地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坚固屏障。万里长城的修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防御作用，而且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在解决了北方匈奴威胁之后，我的目光
转向了南方的岭南地区。岭南地区生活着众多的越族部落，统称为百越。百越人断发纹身，以渔猎和农耕为生。他们部落众多互不同属，经常互相攻伐。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就曾经征服过部分百越地区，但并没有对岭南进行有效统治。统一六国之后，我决定征服岭南地区，将其纳入秦朝版图。公元前219年，我任命屠睢为大将军，率领50万大军，兵分5路向岭南发动了进攻。秦军一开始进展非常顺利，很快就征服了东欧和闽越地区。但是当秦军进入岭南腹地的时候，遇到了百越人的顽强抵抗。百越人熟悉地形，擅长山地作战，他们躲在深山老林之中，不断袭击秦军的补给线和小股部队。秦军士兵大多来自北方，不适应岭南炎热潮湿的气候，很多人都染上了瘟疫，而且岭南地区道路崎岖，秦军的后勤补给非常困难，战争陷入了僵持状态。公元前214年，百越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击，秦军大败，主将屠睢战死。屠睢战死的消息传到咸阳，我非常愤怒，但我并没有放弃征服岭南的计划。我知道秦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后勤补给困难，于是我下令让一个名叫史禄的水利工程师负责修建一条运河，沟通湘江和漓江。湘江是长江支流，漓江是珠江支流。修建这条运河之后，秦军的粮草就可以通过水路从长江流域直接运到岭南地区。史禄接受任务之后，经过实地考察，选择了在湘江和漓江的分水岭处修建运河。这条运河被称为灵渠。灵渠的修建非常巧妙，利用了当地的地形，通过修建 N1 嘴、大小天平、斗门等水利设施，将湘江的水分成2股，一股流入湘江，一股流入漓江。灵渠全长30多公里，不仅解决了秦军的后勤补给问题，而且沟通了长江和珠江2大水系，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灵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灵渠修建完成之后，秦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公元前214年，我再次任命任嚣和赵佗为大将，率领大军向岭南发动第2次进攻。这一次秦军准备充分，粮草充足。百越人虽然依旧顽强抵抗，但已经无法抵挡秦军进攻。秦军很快就征服了整个岭南地区。征服岭南之后，我在那里设置了桂林、象郡和南海3个郡，任命任嚣为南海卫统领3军军事。为了巩固对岭南统治，我下令从内地迁徙了50万百姓到岭南定居。这些移民和当地越族人民杂居在一起，互相通婚，促进了民族融合。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推动了岭南发展。从此以后，岭南地区正式成为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修建长城和灵渠之外，我还下令修建了很多其他大型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房宫和骊山陵墓。阿房宫是我为自己修建的新宫殿，原来的咸阳宫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需求，我想要修建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宫殿来彰显权威。阿房宫的选址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我计划修建的阿房宫规模极其庞大，仅前殿就东西500步，南北50丈，可以容纳上万人。但是由于工程过于浩大，直到我去世，阿房宫也没有建成。后来项羽进入咸阳之后，一把火烧了阿房宫。骊山陵墓是我为自己修建的陵墓，早在我继位为秦王的时候，骊山陵墓就已经开始修建了。统一6国之后，我更是征发了70多万民夫，大规模扩建骊山陵墓。骊山陵墓高50余丈，周围5里有余。陵墓内部修建了宫殿，陈列着无数奇珍异宝。陵墓中还用水银做成了江河大海，
用明珠做成了日月星辰。为了防止盗墓，陵墓中还设置了很多机关陷阱。骊山陵墓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帝王陵墓之一，它的修建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但为我们研究秦朝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我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驰道和直道，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主要驰道有2条，一条向东通往燕齐地区，一条向南通往吴楚地区。驰道非常宽阔，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种植一棵松树，路面用夯土筑成，非常坚固。直道从九原郡一直到云阳，全长1800多里，是一条军事要道，主要是为了防备北方匈奴。一旦北方边境发生战事，秦军就可以通过直道迅速从咸阳赶到九原郡，抵御匈奴入侵。驰道和直道的修建大大改善了全国交通状况，方便了军队调动和物资运输，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这些工程的修建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当时秦朝总人口大约有2000万，而每年被征发去修建各种工程的民夫就有200多万。这意味着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子都被征发去服梯役了，很多家庭因此家破人亡，百姓怨声载道，对秦朝统治越来越不满。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丰功伟绩之中。我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功绩已经超过了上古时期的3皇5帝。我应该享受人间最好的一切，也应该永远统治这个帝国。于是我开始疯狂地追求长生不老。我相信只要能够找到长生不老之药，我就可以永远活下去，永远做大秦帝国的皇帝。我派了很多方士入海求仙，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些方士大多是一些江湖骗子，他们根本找不到什么长生不老之药，但为了骗取我的钱财和信任，他们编造了很多谎言来欺骗我。他们说海上有3座仙山，名叫蓬莱、方丈和瀛洲。仙山上住着神仙，神仙那里有长生不老之药。但是要想见到神仙，必须心诚，还要献上大量珍宝和童男童女。我对这些方士的话深信不疑，给了他们大量金银财宝，还派了数千名童男童女跟着他们入海求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徐福。徐福率领数千名童男童女乘坐大船入海求仙，但是一去不复返。有人说徐福到了日本，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为日本的开国天皇。也有人说徐福的船队在海上遇到风暴，全部葬身海底。不管真相如何，徐福再也没有回来，我的长生不老之梦也因此而破灭。除了派方士入海求仙之外，我还亲自到全国各地巡游，希望能在巡游过程中遇到神仙，得到长生不老之药。从统一6国的第2年开始，我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巡游，我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北至长城，南至会稽。每次巡游，我都带着大量文武百官和侍卫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沿途的地方官都要提前准备好丰盛的饮食和豪华住所迎接我的到来，给沿途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在巡游过程中，我还在各地刻石立碑，歌颂自己的功绩。这些石刻内容大多是宣扬我统一6国的伟大功绩以及秦朝的法律和制度。虽然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但也为我们研究秦朝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北击匈奴和南征百越，秦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扩展。此时的秦朝疆域，东至东西，至陇西，北至长城一带，南至南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功绩已经超过了上古时期的3皇5帝。但是连年的战争和浩大工程已经耗尽了秦朝的国力，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秦朝的统治已经忍无可忍。而此时的我
还沉浸在自己的丰功伟绩和长生不老美梦之中。我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悄然降临。我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最终引发了一场震惊天下的惨案，也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帝国版图空前辽阔，我的权威也达到了顶峰。可越是站在权力顶端，我就越害怕失去一切，越恐惧生命走到尽头。统一之初的开明和果决渐渐被猜忌、暴力和偏执取代。大秦帝国看似坚不可摧，内部却早已因为连年来的严刑峻法和帝王的独断专行酝酿着汹涌的暗流。我对天下的控制首先依靠的是细密严苛的法律。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奉行法家思想，强调轻罪重罚，令行禁止。统一之后，我将这套制度强行推向全国，没有丝毫缓冲。秦法细密到百姓日常言行都被严格管束，随地弃灰私斗，言论不当都可能获罪。连坐之法广泛推行，一人犯法，邻里亲属一同受罚。为了镇压可能出现的反抗，秦朝刑罚极为残酷，肉刑种类繁多，刺面割鼻断足宫刑比比皆是，死刑更是花样百出，气势腰斩车裂囊，扑火烹冻，折珠帘亲族。全国刑徒数量惊人，很多道路上随处可见穿着赭色囚衣的犯人，以至于当时有赭衣塞路的说法。百姓动辄获罪，人人自危，只能小心翼翼苟活，不敢有丝毫怨言。除了严刑峻法，沉重的赋税和劳役更是压在百姓身上的两座大山。秦朝的田租口赋远超此前六国时代，征收比例极高，男子17岁就要登记服役，每年要服更足之役，在本县承担劳役，成年后还要服正卒，到京城或边境戍守，修长城、建直道、开灵渠、筑阿房宫、修骊山墓，每一项工程都征调数十万民夫。大量青壮年长期脱离生产，家中田地荒芜，老弱妇孺难以维持生计。很多人在服役中累死、饿死、被打死，家庭因此破碎。百姓心中积累的不满越来越重，只是畏惧秦朝的武力，不敢轻易发作。这种沉默不是顺从，而是等待爆发的火种。我对六国旧贵族与士人阶层的防范也达到了极致。虽然我将12万户富豪迁到咸阳就近看管，但散落各地的贵族后裔、王国大夫、侠义之士仍然不在少数。这些人心中怀着亡国恨，时刻寻找颠覆秦朝的机会。韩国贵族后裔张良就曾在博浪沙组织力士刺杀我。虽然误中覆车，却已经说明帝国统治并不稳固。真正让天下士人彻底寒心并为我留下千古骂名的，便是焚书坑儒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我对长生的痴迷和对非议朝政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大批方士围绕在我身边，骗取钱财，许诺仙药，却始终一无所获。其中侯生、卢生等人在骗取大量财物之后，不仅没有求到仙药，还在背后非议我。他们说嬴政天性刚戾自用，兼并天下，后志得意满，听不进逆耳之言，专任欲立以行杀立威，天下事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这样的人不配得到仙药。议论之后，两人悄悄逃走。我得知后勃然大怒，我认为自己厚待这些方士，给予高官厚禄，换来的却是欺骗和诽谤。我随即下令在咸阳城中严查，把那些妖言惑众、诽谤朝政的方士儒生全部抓起来审问。被抓的人为了自保，互相告发牵连，最终牵连出460多人。我下令将这些人全部在咸阳郊外坑杀，并向天下公布，以儆效尤。这便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虽然被杀主体多为行骗的方式，但也牵连了大量儒生，天下读书人为之震恐。焚书则发生在此稍早之时。一次朝会上，博士淳于越再次提出分封子弟拱卫皇室的建议，认为不效法古人无法长久。李斯当场驳斥，指出时代
已经变化治理方式，不能固守古法。如今诸生不施，今而学古以私学，非议朝政祸乱百姓。如不禁止，必然削弱皇权。李斯建议，除了秦国史记医药补力种植之书外，天下所有诗书百家语，一律上交官府焚烧。有敢私下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立见之不举者与同罪。命令下达30日不烧者，累成弹。我批准了这一建议，一时间全国各地焚书之火四起，大量典籍付之一炬，许多珍贵的六国史书、诸子文献就此失传，文化传承遭受巨大破坏。焚书坑儒不仅没有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反而彻底断绝了士人阶层对秦朝的认同，让帝国失去了知识阶层的支持。我晚年猜忌心越来越重，对身边人也极度不信任。我多次遇刺，又长期求仙不得，精神长期处于紧张之中。我开始频繁更改名号，行踪诡秘。我下令咸阳宫270座宫殿之间用复道甬道相连，自己在其中随意居住，不让任何人知道所在。有泄露我行踪者，一律处死。有一次，我看到李斯出行车马众多，心中不悦，身边有人悄悄告诉了李斯，李斯立刻减少了随从。我发现后大怒，认定是身边侍从泄露言语，当即把当时在场的侍从全部处死。从此再无人敢轻易接近我。朝堂之上，人人戳若寒蝉。李斯为保禄卫，一味迎合顺从。蒙恬手握重兵在外，虽忠诚，却难以干预朝政。赵高则渐渐凭借进士身份开始插手核心事务。我越是独断朝中的政治声音就越少，阿谀奉承之徒便越有机会。与此同时，帝国的统治危机已经在地方显现，繁重的劳役征调不断，严刑峻法无处不在，百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楚地民间一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仇恨深埋人心。很多人为躲避党役和刑罚逃入山林沼泽，聚众自保，实际上已经成为反抗秦朝统治的力量。我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但我选择的应对方式不是轻托薄赋与民休息，而是更加严酷的镇压和更大规模的攻城。我坚信，只要武力足够强，刑罚足够重天下，就不敢反叛。我把所有精力继续投入到巡游天下、刻石颂德和追求长生之上。我一次次东巡到碣石，到会稽，到琅琊，一次次派人入海求仙，一次次失望而归。岁月不饶人，长期劳累、精神紧张和丹药毒害，让我的身体迅速垮掉。我自己也隐约感觉到天命将近。长生终究只是一场虚幻，我依然不愿面对死亡，依然不肯确立明确的继承人，不肯放松对天下的控制。我以为凭借自己的雄才大略可以永远压制住一切动荡，可我不知道，当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压在帝国身上的巨石一旦撤去，积压多年的怒火与仇恨将会以排山倒海之势瞬间吞没整个大秦王朝。此时的我正在第5次巡游的路途上，我不会想到这将是我人生最后一次远行，我更不会想到自己一手缔造的万世帝国，在我尸骨未寒之时就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场围绕皇位的阴谋正在我身边悄然酝酿，一场席卷天下的风暴已经在远方悄然成型。公元前210年，我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巡游。随行人员中有中车府令赵高、左丞相李斯，以及我颇为宠爱的少子胡亥。我的长子扶苏因为此前建祖坑儒一事触怒了我，早已被派往上郡，在蒙恬军中担任监军。此时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极差，常年劳累、严刑峻法带来的精神紧绷、四处巡游的车马劳顿，再加上长期服用方士炼制的丹药，体内毒素堆积，健康早已透支。但我依旧不肯承认衰老与死亡，不肯停下脚步，
依旧抱着一丝希望，在东方沿海寻找仙人和长生灵药。巡游队伍从咸阳出发，先后抵达云梦、丹阳、会稽，在会稽山刻石送功，随后北上至琅琊。一路之上，我的病情时好时坏，随行御医束手无策，方士们再也拿不出任何说辞，只能一味搪塞。我心中早已明白，长生不过是一场骗局，可我依旧不愿面对现实，依旧强撑着意志指挥队伍继续前行。走到平原津时，我终于支撑不住，病倒在车中，病情急剧恶化，高热、昏迷、剧痛反复出现。这位一生刚强说一不二的始皇帝，在病魔面前变得脆弱而暴躁，身边近臣无人敢上前，无人敢多言。我自己也意识到大限将至，我不再提仙药，不再提长生，心中唯一挂念的是帝国的传承与天下的安定。我强撑着病体，写下了一封加盖玉玺的诏书，明确要求长子扶苏迅速从上郡返回咸阳，主持我的丧葬大事，并且继承皇位，安定天下。诏书写完后，我交给赵高，命他派人火速送往北方，交付扶苏。写完这封遗诏之后不久，我在巡游车队的沙丘平台行宫，赫然长逝。这位结束了数百年乱世、开创大一统帝国、奠定后世2000年政治格局的始皇帝，终年49岁。我一死，随行的核心人员立刻陷入巨大恐慌与算计之中。丞相李斯首先意识到皇帝在宫外驾崩，又没有正式公开确立太子，一旦消息泄露，天下必定大乱，诸位公子会争夺皇位，6国旧贵族也会趁机复辟。于是李斯决定严格封锁我去世的消息，密不发丧，等车队赶回咸阳再做处置。为了掩盖尸身腐烂气味，赵高与李斯下令在车队中装载大量咸鱼，用鱼腥气混淆尸体的臭味。车队依旧按照原定路线前行，每日照常送上饮食，百官依旧照常奏事，一切如同我还活着时一样。此时掌握着皇帝遗诏与印玺的赵高心中生出了颠覆帝国的阴谋。赵高与蒙恬、蒙毅兄弟素有仇怨，而扶苏素来信任蒙氏一族，如果扶苏顺利即位，赵高必定失势，甚至性命难保。而少子胡亥昏庸懦弱，易于控制，如果能扶持胡亥登基，自己就可以掌控朝政大权。于是赵高暗中找到胡亥，劝说篡改遗诏，夺取皇位。胡亥起初还有犹豫，在赵高一再怂恿之下，最终同意了这场阴谋。随后赵高又去拉拢李斯，以扶苏即位后李斯相位，不保家族失势为要挟，逼迫李斯一同参与政变。李斯贪恋权位，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最终选择妥协，与赵高、胡亥结成同盟。3人联手伪造了2份诏书，第一份是以我的名义写给扶苏与蒙恬的，斥责扶苏在边境多年无尺寸之功，反而屡次直言进谏，心怀愿望；斥责蒙恬身为大将，不匡正公子，反而知情不报，最终勒令2人自尽。使者带着伪造诏书抵达上郡，扶苏打开诏书，悲痛欲绝，不愿违背君父之命，当即拔剑自刎。蒙恬心中怀疑诏书有诈，不肯自尽，被使者囚禁，后来依旧被迫自杀。扶苏之死彻底断绝了秦朝挽回危局的最后希望，也让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能够稳定人心的继承人。解决掉扶苏之后，赵高、李斯、胡亥3人带着我的灵柩日夜兼程赶回咸阳。抵达咸阳之后，他们才正式公布我的死讯，发丧天下。随后拥立胡亥即位，他就是秦2世。胡亥登基之后，朝政完全被赵高把持。为了稳固皇位，胡亥与赵高展开了残酷的宗室清洗。他们将我的其他公子公主一一罗织罪名，或斩首示众，或连坐赐死。我的子女几乎被屠戮殆尽，朝中忠于我的旧臣也接连遭到清洗。蒙恬、蒙毅、冯杰、冯去疾等重臣相继被逼死。
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只剩下赵高的亲信与一位逢迎的小人。与此同时，胡亥不仅没有废除我晚年的苛政，反而变本加厉。他继续征发民夫，加紧修建未完工的阿房宫与骊山陵墓，西役赋税比我时期更为沉重，刑罚也更加严酷。天下百姓早已不堪重负，生存底线被彻底击穿。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在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因大雨延误期限，按照秦法失期当斩。绝境之下，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大泽乡起义如同一点火星，瞬间点燃了遍布天下的干柴，各地百姓纷纷杀死秦朝官吏响应起义，六国旧贵族也趁机起兵，恢复故国名号。刘邦在沛县起兵，项梁、项羽在会稽起兵，天下群雄并起，反秦浪潮席卷全国。秦军虽然依旧强悍，却早已失去统一六国时的锐气，再加上朝政混乱，指挥失当，镇压起义屡屡失利。而赵高依旧在朝中弄权指路，为马铲除异己，甚至最终杀死了秦二世胡亥，想要自立为王。赵高的倒行逆施彻底耗尽了秦朝最后的统治根基。不久之后，刘邦率军攻入武关，直抵咸阳。此时的秦朝早已分崩离析，无力抵抗。秦王子婴设计诛杀赵高，却已经无力回天，只能速车白马出城向刘邦投降。从公元前221年我统一天下到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这个我一心想要传之万世的庞大帝国，仅仅存在了15年便轰然崩塌。回顾我这一生，功过昭然，彪炳史册。我结束了数百年战乱，建立统一帝国，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奠定了中国此后2000多年大一统的政治基础。但我也迷信强权，滥用民力，严刑峻法，焚书坑儒，最终耗尽国力，失去民心，让自己一手缔造的王朝迅速走向覆灭。我是千古一帝，也是王朝崩塌的肇事者。我的功业塑造了中国，我的过失也警示了后世。我的名字连同我的帝国一同沉入历史长河，却始终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不可替代的厚重一页。我对后世最深远、最根本的影响，莫过于我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套制度彻底终结了西周以来延续800多年的分封制，开创了中国2000多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此之前，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周天子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对各诸侯国没有任何控制力。各国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战争，连年百姓流离失所。统一六国之后，我坚决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全国分为郡，郡下设县，郡守和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不能世袭。皇帝通过这套官僚体系，将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郡县制的推行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打破了贵族世袭特权，建立了一套流动的官僚体系。官员选拔不再依靠血缘，而是依靠才能和功绩。这不仅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出现。此后2000多年，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几次短暂分封，但郡县制始终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主流。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省市县3级行政区划依然可以看到郡县制的影子。除了郡县制之外，我所建立的皇帝制度和3公9卿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皇帝制度确立了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皇帝拥有至高无上权力，总揽全国军政大权。从我开始，皇帝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专属称号，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制度才宣告结束。3公9卿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僚体系，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效管理着庞大统一国家。
后来的各个朝代虽然对中央官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但核心都是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在我建立的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发展。汉朝建立之后，虽然统治者们为了证明自己合法性，不断批评秦朝暴政，但他们却几乎全盘继承了秦朝政治制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承秦制。刘邦建立汉朝后，虽然也分封了一些诸侯王，但他很快意识到了分封制弊端，先后铲除了异姓诸侯王。汉景帝时期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彻底解决了亡国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朝之所以能够存在40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继承了秦朝建立的先进政治制度。此后的各个朝代，无论是统一的王朝还是分裂的政权，都以统一全国为最高目标。统一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成为了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即使在分裂时期，各个政权统治者也都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都以统一全国为己任。这种大一统的观念正是由我所开创，并在此后2000多年历史中不断强化的。我所推行的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措施，不仅巩固了秦朝统一，而且在此后2000多年历史中成为了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的重要纽带。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各不相同严重，影响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也不利于中央政府政令推行。统一6国后，我下令统一文字，以秦国小篆为标准字体，后来又推广了更加简便的隶书。统一文字后，全国各地人们都使用同一种文字交流，即使方言不同，也可以通过文字沟通。统一文字的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不仅促进了各地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文字是文化载体，统一文字孕育了统一文化。无论中国经历多少次分裂和战乱，只要统一文字还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就不会中断。中国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这也是中国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统一货币和统一度量衡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废除了6国原来使用的各种货币，统一使用秦国圆形方孔钱。这种货币形制被后来各个朝代沿用，一直使用了2000多年，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统一货币后，全国商品交换变得非常方便，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市场形成。统一度量衡后，全国的度量衡有了统一标准，方便了百姓日常生活，促进了商业发展，保证了国家赋税征收的公平性和准确性。此后的各个朝代虽然度量衡标准有所变化，但统一度量衡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我通过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极大扩展了秦朝疆域，奠定了中国此后2000多年的基本疆域范围。在统一6国之前，中国疆域主要局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原地区。统一6国后，我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解除了匈奴威胁。然后又在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北方长城基础上修建了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作用，在此后2000多年历史中，一直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屏障。如今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象征和民族精神体现。我派任嚣赵佗率领50万大军南征百越，征服了岭南地区，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3个郡。为巩固统治，我下令从内地迁徙50万百姓到岭南定居。这些移民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岭南开发和民族融合。从此以后，岭南地区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我下令修建的驰道和直道建立了全国性交通网络，
大大改善了交通状况，方便了军队调动和物资运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控制，也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我在位期间，主持修建了许多大型工程，虽然当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但却成为了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万里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建筑工程之一，被誉为世界8大奇迹之一。像一条巨龙蜿蜒在北方群山之中，见证了中国2000多年历史变迁。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灵渠沟通了湘江、漓江，连接了长江、珠江2大水系，在此后2000多年历史中一直发挥着航运灌溉作用，直到今天依然在为当地农业和经济服务。骊山陵墓和兵马俑更是震惊世界的文化遗产。兵马俑坑出土的数千件陶俑陶马，栩栩如生，气势恢宏，展现了秦朝高超的雕塑艺术和手工业水平，也反映了秦朝强大的军事实力。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每年吸引数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关于我的评价，2000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议，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们对我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汉代是对我评价最为负面的时代。汉朝是推翻秦朝建立起来的，为了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汉代统治者和政论家大多对我持批判态度，认为我是暴君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严刑峻法，焚书坑儒，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秦朝灭亡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种观点成为汉代评价我的主流，也影响了此后2000多年人们对我的评价。但是汉代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秦朝制度的优越性。他们虽然批评秦朝暴政，却几乎全盘继承了秦朝政治制度，说明他们内心深处是认可我所建立的制度的。到了唐代，人们对我的评价开始出现分化，一些人依然延续汉代观点，批评我的暴政和求仙行为，但也有一些人开始肯定我的历史功绩。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对郡县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郡县制比分封制更加先进，更加有利于国家统一稳定。他虽然也批评我的暴政，但认为我推行郡县制是公天下之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从制度层面肯定我的历史功绩。宋代以后，人们对我的评价更加多元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依然批评我的暴政，认为我崇以暴寡，虐以威民，但他也肯定了我统一中国的功绩。王安石等改革派则更加肯定我的中央集权思想和变法精神。明代的李沆更是大胆地称我为千古一帝，认为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到了近代，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和西方思想传入，人们对我的评价又发生了新变化。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我的历史地位，肯定我统一中国、奠定中国基本疆域的伟大功绩，认为我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制度，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也有一些学者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更加激烈批评我的专制和暴政，认为我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始作俑者。现代史学界对我的评价总体上是客观辩证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推行的一系列统一措施和政治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此后2000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同时，学者们也指出我是有着明显局限性的历史人物，迷信强权，滥用民力，实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给当时百姓带来沉重灾难，导致了秦朝迅速灭亡。这些过失也不容否认。我的一生充满传奇和争议。我是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也是滥用民力的暴君。我的功绩塑造了中国2000多年历史，我的过失也警示了后世统治者。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我，
都无法否认我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的名字将永远和中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磨灭、不可替代的符号。